我俩认识8年了，他跟我说他就一个人。等过了一个阶段，他儿子来了，孩子来了之后，不搭不理的，我就觉得心里不痛快。我家孩子本身就不爱说话，和我也很少说话，但是呢，我家孩子并没有反对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说呢，我也没办法说，孩子都大了。我也有孩子，我也不愿意在农村待，所以说我就有时候一吵架我就回家。他是总是经常回家，我们农村过日子一般的没有事儿不回家。屯子人呢说起来这事儿呢，我也很不高兴。我觉着夫妻之间要能过就得在这块待着。因为他以前承诺过我在市里买房子，结果没兑现。关于买房子的问题，因为现在我体格还挺好，在农村呢还能种几年园子，种个3年2年。如果假设说我干不动了，我一定会回市里买房子的。我现在心真的凉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吴先生，63岁，来自哈尔滨，农民。来，有请吴先生。赵女士，63岁，来自哈尔滨，待业。来，有请赵女士，有请。欢迎2位啊！今天是您要来的对吧？对。来干嘛呀？有一些家庭纠纷。有一些家庭纠纷啊，解决一下是吧？对对。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面的这位男士跟您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老伴儿。啊，结婚多少年了？我俩认识8年了，在一起4年。再婚，重组的，是吧？对，那4年就是说他有时候出去打工啊，不在家，对我挺好的啊。挣钱呢，有时候给我买些个穿的啦啥的，对我也挺好。后来在一起过了以后就不好了，脾气就特别不好。哦。他开始跟我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啊。完了他说他就一个人，无牵无挂的啊。完了我就寻思挺好的，就跟他这么组成家庭在一起了。结果呢，后来呢，时间长了在一起过了以后呢，我就发现他有前妻，是离婚的。我开始是不想找离婚的，我想找就是上偶的，结果他就撒谎了，结果出现了前妻，我就心里就有点不痛快啊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一寻思，已经跟人在一起了，咱就好好过日子吧。过了一个阶段，我们俩在一起，完了在农村住，他是农村的，我是市里的，完了他的儿子也来了，来了之后呢，我就心里总觉得。这怎么出现这么多呢？后来我也是特别理解，他儿子来就来吧。但是说呢，你不能说的，对我不搭不理的，我心里就是不痛快。就是他儿子跟您关系不好，也不吱声。你跟他说，他也不吱声。生活在一起吗？不在一起。啊，不在一起。他不经常来，完了来了，他也不说给孩子引荐，也不说的，叫个啥什么的，他也不说。我就觉得。责任还是在你身上，也许是你儿子不同意，是不是？那你说你这样过，总是这样事儿来来往往，我就觉得好像是，一来了呢，我就得躲出去，没话可说。他不跟你说，我也挺尴尬的啊。那我就得躲出去。教子无方啊！你觉得他孩子对你们的婚姻有看法？对呀，是这意思吧？我心里是这么想。那你解决呀？我们爷俩也不常沟通，因为我也不回家。他呢，就是说1年能上我这块来1次，我这后老伴一共见着我儿子才2次啊。我因为呢，他们以后呢慢慢沟通，顺其自然，能达到和解。行吧，还有别的让你心里添堵的事儿吗？有时候我就经常回家，因为啥呢？他一急眼呢，就喝酒，喝酒完了我俩就吵架。一般他喝多了，我就不敢吱声。回来呢，你一吱声他就摔东西，再就骂人。所以说我就害怕他，你喝酒了就这酒事再打你啥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就得回家，回哈尔滨。一喝酒，换了个人。对。常喝酒吗？经常喝酒。咋回事啊？这个咋解释呀？我身上就是说，有的时候他总走，1个月也不在我这待几天。有的时候我确实心情不好。我自己在家，
有的时候碰着同学、战友多少年不见了，到了一起以后确实是喝酒，但是回家以后他总磨叨，他磨叨太多了，我这个性格确实不好，我就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情绪，完了也出手摔东西，张嘴也可以骂人，确实是有很多毛病。那到底是因为他回家多，还是你经常喝酒，人家回家才多的呀？两方面都有，也有他回家不咋在这儿，也有那个我自己有。行，我先问问啊，为什么您经常回家呀？除了他喝酒之外的原因，他说两方面嘛。回家我拿点东西，就是你说农村园里种点没有化肥的东西，我就寻思，家里也有儿子，我就回家给儿子带点儿。有时候给儿子花点钱，他也不愿意。他就是总是，心里就是说骂骂滋滋的，总找茬打仗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就得回家。回家就是躲气吧，在这天天磨叽，我真受不了。他比我还能磨叽。回家给儿子带点东西，他不愿意。对，带点菜了啥的，不是正常的吗？是啊，正常。自己种的是吧？再说了，你说我回家我能拿多少？好像你说的不对吧？每次呢，你拿东西，咱家比如说种的葱，有你儿子一份，有我儿子一份。有咱俩一份，我并没有说，不给孩子吃，但是这里边呢，就是说，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高兴，说你要刚回来就要走，我说你也就别拿了，有这种现象。那么横气，那谁敢跟你在？行，我问个问题，我都害怕。你们俩现在这个家庭财务状况是个什么状况？我拿我的，他拿他的。那吃饭的钱谁出啊？吃饭一般呢，他出的多，我出的少，因为我不总搁家嘛。这都结了婚，为什么不总搁家呀？你们结婚之前讨论过说房子怎么处理吗？你们他说了，他说的房子以后2年以后买，结果他没实现呢，所以我就不相信他了。答应过2年以后给人买房子的。作为说买楼这个事，我确实是得买，但是呢，当时那时候呢，就是因为说回农村，因为他不习惯，他是城里人，我要是回城里买楼呢，我们俩这个婚姻肯定能没有矛盾。现在呢，因为他总回家就是惦记孩子，所以说我心里也在想，但是现在呢，为什么没有回市里？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农村，我干活呢，我觉着我这体格挺好的，还能干个1年2年。现在今年呢，我俩的矛盾也非常突出，我也准备说是把这个农村的房子卖了，回市里买房子。他这么说我不相信了。不是您回市里住哪儿啊？我有房子，给我儿子了。您的房子给儿子了，对，所以您在市里是没房子了，对，非让他在市里买个房子。对呀，我说这个房子就是买了我也不要，咱就是住，他有那个经济条件他不买呀。行吧。他现在在你那儿1个月大概住多久啊？现在我搬屯子买房子4年，大概他加在一起不到1年。为什么不到1年？结婚4年，住在一起的时间不到1年，是这意思吧？因为冬天回家，就今年冬天他在那住的，那几年都回家，冬天他就回他儿子那儿去。他前妻有病，完了他去伺候去，我同意他伺候，因为啥呢？毕竟是从小夫妻，我也同意让你伺候，夏天才回农村的。哇，这是个什么日子啊？你们过的？你说的这个事儿不对。去年呢，是我前妻得癌症，已经要不行了。因为我儿子岁数小，他对这个老人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他慌了。他说：“老爸，你回来给我提意见。”我并没有伺候我前妻1天，我也没有在医院看他1天，因为我们离婚了，我没有那个责任，我只能是说给我儿子壮壮胆。他什么事情都听他儿子的。那您这说的就有出入了。第2年也不是因为前妻要照顾前妻不在一起。第2年他前妻就有病了，头1年他把房子卖了，买了房子他卖了，他都没跟我商量。完了最后在这儿又没跟我商量，我说你再买房，再在农村回农村买房子，我就不跟你处了。完了偷了，我说你租房子行，在夏天种点园子。结果他没挣钱，这主意可正了，他又是买的房子。婚后他连续2次买卖房子，对，是吧？也没跟您说。没跟我说。这是为啥？这不结婚了吗？因为我当时呢是，我的户口在那个公社，不在我头一次买房子那个公社。最后呢，乡亲们跟我说以后屯子有变故的话，你的户口不在这个公社，你在这个公社买房子，以后怕出现问题，不好处理。
完之后呢，大伙同学啥的说你把这房卖了，你回到你员工社那个地方去买，以后真有出现什么问题，你好办。就是说我呢，儿子呢和他儿子，我俩离一趟街，我家哈尔滨也有房子，现在搁农村买房子也是为了说，吃这个绿色食品。再一个就是自己养的猪和自己养的鸭、自己养的鸡，好像是香。听明白了，您儿子跟他儿子还住一条街上呢？对，就隔一趟小街。哦，所以其实您是很享受农村的日子，是吧？对。您是向往着城市的生活。对呀，他答应说买房子，所以他现在不说是那个买房子，他没实现，我就不相信他了。行吧，各位老师，你们看看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真的想说，大哥大姐，你们离婚吧，真的别在一起过了。你非要逼他去买房子，他热爱在农村的生活，你看你们连生活方式都不一样，你们连生活在哪里选择的一个居住地都不能统一，你们的再婚经济是分开的，人是分开的，心是分开的，两个人互相提防着对方，各自偏袒着各自的儿子，这样的婚姻咱不要了。谢谢米娜老师。来，曲总啊。一开始呢，其实有一个隐瞒开始，对，就在回避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，就是其实这是硬伤。如果说在先，你们俩不会有往后的那些4年的生活。但即使知道了，又过了4年呢，其实这就是您的原则一点一点的在退，退到了原则最终居然到了一间房子上。能买咱就能继续过，不能买就过不了了。其实你们2个人对对方都是没有信任的，都是留了一手的。即使你搬到一个屋子里去住，这个屋子何等的冷清。所以，我也同意米娜的看法，有一个隐瞒开始的恋情，可能有真实的最后的结果吗？不可能的，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来，沙大老师。我也是有点长见识了啊，就最后争来争去，吵来吵去，就是说你给我买那房子，我就跟你在一起过；不给我买那房子，咱俩就甭过了。当然，您2位半路夫妻，理解有一些可能比较现实的东西存在，但是有一点我不解的是，大姐，在您知道他骗您婚史的情况之下，这样的欺骗可以忍。为什么当时他给您承诺买房子，现在没买，这样的欺骗就忍不了了呢？在您这儿就是，你欺骗我的感情没关系，但你不能在物质上欺骗我。所以您如果是一个如此物质的心态跟他相处的话，他也会用如此物质的心态来对您。就说到小到那个葱，我就不让你拿回家。对，所以如果在这样的心态和状态下去过这样的日子，都已经年过半百了，干嘛要折磨自己剩下的岁月呀？对吧？好吧，祝2位幸福，谢谢。谢谢沙大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靠墙墙会倒，靠娘娘会老，靠儿子儿子会跑，那靠男人呢？所以你们这段婚姻本来的基础就非常不好。你还想跟他相伴到老，在生命的最后，不要说多么讲究婚姻质量，但至少也犯不着花那么多心思去防着，去猜着。你说对吧？说难听一点，到了这个年纪是2个人搀扶着面对死亡的问题，你们俩居然还在斤斤计较着这个，不想活得亲近一点吗？如果我是你们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我不会去花精力去哄着所谓不喜欢自己的对方的子女对自己好，也不花精力去骗对方，更不愿意花精力去猜对方在想什么，在防着我什么，我就想过个自在。如果没有老伴儿，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。我不祈求男人能够给我一个住所，我哪怕是自己租个房子呢，我至少过得非常的清闲，过得非常的透彻。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了，我脑袋里面的细胞还要去花在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吗？没有必要。
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愿去再跨入一次婚姻，那我们就不要去耽搁别人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吧。人为什么会被骗呀？是因为心里有欲望。可能你会发现。来，请亮灯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请回吧。谢谢。来，请回。